我发微博的时候，经常有小伙伴来评论，嚯，果然苹果才是生活，每一个 UP 主的背后都有果子坚强的后盾。哇哦！的确，我的主力机一直都是苹果，一直用着 iOS。真正的原因很简单，我很多的照片和微信记录不舍得丢，而苹果的云服务和换机做的的确优秀，每一代苹果的水平也还算稳定。也因为我总能在苹果上面找到一些有意思的小众软件，一个个单看都不贵啊，一不小心就买了100来块钱。但是如果抛开这些呢，剩下的就是不进微信就不能关闭的微信电话，调下亮度就会暂停游戏的控制中心，直接把照片丢到几千张的照片堆里面的相册，还有用着超级别扭的左侧返回。我的确会因为软件、因为生态、云服务，还有手机本身去买一台 iPhone， 但是它本身的交互逻辑甚至设计，我都觉得并不算优秀。尤其是近几年终端机的下限进一步拉高，比如红米 K70 Pro 我就觉得质感真不比14 Pro 差多少，甚至电池还要大一些。旗舰级的优势虽然还是有，但是半斤的体重惹不下无上限的 feature。机子的选择是多了，但除了硬件之外，现在的系统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你觉得你现在用的系统够好用吗？所以这些机子新发布之后，我每一款机子都会插卡当主力机用一段时间，这里就做一个小小的指南，希望能帮到大家。不过在这一次视频之前，我做了一些准备测试，比如最基本的后台保留测试，还有软件连续打开测试。结果测起来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，测出来一个更离谱的 HyperOS 一堆 bug。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测试出了一些差异，这里先不说，最后给有需要的小伙伴总结一下。我想先聊聊被刻板印象最惨的牌子荣耀。虽然已经独立很多年了，但你们也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不玩手机的朋友，他们多半还是会觉得荣耀跟华为是一家的。但你要说没关系吧，谁把保时捷联名塞我抽屉里了？谁把它拿走了？哦，原来在这里。其实前几代的时候，我会很热衷于去找荣耀系统里面那些华为应用，然后就会很明显的发现，每一代的荣耀，华为的软件越来越少。最近荣耀呢，把钱包、云相册换成自己的之后，除了云相册698的炸裂价格，我已经找不到华为应用的痕迹了。不过这也是因为荣耀这个藕断丝连的关系它有独特的优势。华为的很多功能，荣耀其实都有，有很多做的还更好。你看华为有桌面卡片，荣耀也有，它还多一个快捷入口。华为有中转站，荣耀也有，甚至还多一个全局收藏的功能。很久以前，华为的跟随人脸旋转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小伙伴记得？一个不注意整个文件夹被剪切到荣耀上了。更离谱的是，荣耀不能跟其他安卓互串，但是可以和华为互串。我就知道，在荣耀的系统里面，其实能看到很多的影子。你看，灵动胶囊，你看，这不是一户吗？这个智慧感知总觉得也有点面熟。不过在现在的系统里面，真的很难说是谁抄谁，甚至大家都已经比较约定俗成了。好用的功能大家都一起做，但是 Orange OS 做原子通知其实还早过灵动的，往更早追溯还能碰瓷一下 LG 的副屏。而且荣耀也确实把这些功能做得非常非常好用，每个功能的覆盖面也非常的广。苹果第一个做出来了真正的常亮显示，锁屏之后还是维持原来的界面，壁纸通知什么的都在。而荣耀是安卓里面第一个做到真常亮显示的，和苹果一样，完整的壁纸、完整的通知动画，甚至和苹果逻辑一样，倒计时和灵动胶囊都可以固定在锁屏界面上面常亮显示。因为用了常亮壁纸就变得格外重要了，所以壁纸设计也超级用心。它在这里给了很多种模板，你可以自己选一个，然后导入图片，宠物啦、人啦都可以自动抠出来，就连 iPhone 同款的景深功能都有，可以挡出一点点的时间，整一点立体感。在我看来，荣耀其实很努力，尤其是华为回归之后，最紧张的肯定是荣耀。抛开华为，荣耀对于用户认知是什么，其实很模糊。经过这几年的观察，我觉得系统确实能成为他们的一大特色，跟很多旗舰只能拼摄像头不一样。荣耀基本上每一代都会冒出一些好用的功能，全局收藏眼动追踪气息唤醒这些功能，用过是真的离不开。还有相册全局 AI 搜索，这个 AI 搜索是我现在见到过最实用的。你看我现在搜熊猫头，搜英短，搜坤坤，而且这些功能绝对不是一拍脑袋，考虑的特别细致，背后还有很强的软件团队支撑。用荣耀的小伙伴出来说说看，有什么你离不开的功能？我现在反正是很习惯用气息唤醒了。
就来聊一下 vivo 吧。vivo 的系统很有意思啊 ，Orange OS 在几年前发布的时候，其实远远比现在的还要激进的多。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用过，连图标都不是正常的样子。那时候其实我就挺佩服 vivo 的勇气了，它直接从小 iOS 一夜转型。现在的 Orange OS 虽然长得正常多了，但是从小细节里面还是能看得到 vivo 的狂野的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Orange OS， 那就是功能大杂烩，要什么就加什么。关键是嘎嘎一堆功能加进去，一点儿也不卡。我用相机举个例子啊，一进去3个色彩风格可以选，还可以设置效果大师，滑动调整曝光和饱和度，然后还能双击追焦。然后你再看一眼更多里面啊，一页居然还装不下。原来呢，我是挺不喜欢这么冗杂的设计的。但是问过 vivo 之后，我也理解了这么做的原因。因为有很多不是很懂摄影原理的小伙伴，他们不一定知道应该怎么拍。那对 vivo 来说，拍车流我就有一个车流模式，拍月亮我就有个月亮模式，拍星空呢我也有一个星空模式。虽然眼花缭乱，但当你想要拍某个东西的时候，总会发现它有对应的功能。这怎么不算是一种低门槛的体现呢？这种全面的功能贯彻到整个系统中，甚至可以说这是国产系统里面可玩性最接近3星的一个。但同样是因为功能太多，还是有不少的地方整合的并不好。我举2个小例子，相册编辑除了最基本的功能，里面甚至保留了一个高级修图的跳转。一点呢，就是一个全新的 app， 大模型 AI 更是重量级。传统的语音助手叫 Jovi 语音，但是这里并没有 AI 助手呢，在另外一个 app 叫蓝星小 V 里面。如果你想要用 AI 怎么办呢？嗨 Jovi， 打开蓝星小 V， 已打开。No， 是不是很抽象？不过总体上来说 ，Orange OS 还是一个非常强的系统。有没有小伙伴在用的？可以给我举个手。在里面呢，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的功能，底子已经放在这里啦。只要他们持续把这些功能整合，体验还会更好。哦，对了，这里还要再夸一夸啊 vivo 的这个尝鲜逻辑，我真的非常喜欢。直接点进去更多里面申请一下，马上就能下载最新版，不需要积分，也不需要答题申请什么的，非常简单，随便选择。到 OPPO 这边和 vivo 完全就是2种风格啊！有很多用过 ColorOS 的小伙伴都会跟我说，这个系统真的有点太简单了，跟其他系统能找到不少的特色不同。ColorOS 就是很正常，甚至在酷玩上面的评分直接勇夺倒数第一。最大的问题是功能缺失和流畅度的问题，确实比较明显。这个锁屏不能熄屏指纹，应该 OPPO 独占了。类 DC 调光也是催出了很长时间之后才终于做出来，多设备协同也比同行慢一步，功能确实优雅，主打一个无缝协同。但是来来去去就是镜像、剪切板同步、同心共享这些最基本的功能，类似摄像头流转这些更多的功能，甚至当时MIUI 加 Beta 都有的应用流转都是不存在的。PC 协同也是个 demo 到不能再 demo 的版本，音量单独控制这些高级功能更是不存在。可能有些小伙伴说这些功能我也用不上啊，但是都2024年了，这些功能已经不是用不用得上的问题了，人有凭什么我无？其实我个人认为 OPPO 真的应该放下一些强迫症的追求，能感觉到他们真的很想把功能做到非常无感、非常优雅才放出来。无论是 Pro XDR 惊艳的效果，还是 Find N3 上面全新的交互逻辑、全新设计的相册，还是验证码输入这些小动画，做的确实优雅，但功能缺失就是实打实的硬伤啊！有时候先让他们能用，比直接做的好用更加重要。乍一看调好才发布是为了用户好，但是无限的打磨，对于买了手机却没有办法用某些功能的小伙伴来说，何尝不是一种损失呢？但至于这个系统要说大问题，其实也没啥，很多缺失的功能都是比较高级的功能，甚至普通用户用到的功能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杀后台的问题在前几代里面也解决得七七八八了，而且在界面设计、流畅度和人性化小功能方面也不错。我去年就非常喜欢用 X6 Pro， 今年 X7 Ultra 也是常驻口袋的机子。如果喜欢 OPPO 的机子，倒也不必望而却步。华为这边首先有一个要夸的，就是华为对于主力机型的更新还是很到位的，像是最新的鸿蒙 4.0 能治到 P30 和 Mate 20系列 ，Nova 6都能吃上最新的系统。别说更新了会卡，有持续的支持就是最好的。甚至之前没分家的荣耀10、麒麟970神机都能更新到鸿蒙系统，不只是老手机能更新，甚至不同的设备还能互相发起更新。不管是电视、平板，哪怕是手表、耳机、音响、汽车，只要能塞鸿蒙的地方，华为
全都塞进去了。前几天还宣布超过8亿台的设备已经用上了鸿蒙。其实距离鸿蒙正式问世也只过去了不到5年，号称纯学版不兼容安卓的鸿蒙也在测试流程了，甚至有不少的主流软件都已经完成了适配。细想一下，华为这个执行力还是很恐怖的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华为的功能还可以向下兼容，老设备可以获得新系统的大部分能力，服务卡片、文件中转站，甚至超级终端都能用。能用，但用不了一点。你看啊，虽然我这里已经连上了耳机了，但是呢，我在这个超级终端这里呢，它是看不见耳机的。但是你再看右上角的话，它又是连着耳机的。鸿蒙主打的就是一个流畅和稳定，就算不说新功能什么的，也要先给他们让步。功能上也是主打一个商务，像电话自动重拨的功能。又或者是哪怕你想要登录一个新账号，它既要你提供验证码，也要你提供密码。而且华为的思路一整个就很特别，别人的 AI 都在搞什么大模型，华为呢，它也不是不搞，而是在 AI 上面搞了点不一样的。HDR 图片显示，自家的手机拍的照，加上个 HDR 高亮的效果，很技术的功能，对吧？华为虽然效果不是最好的，但绝对是应用范围最广的，因为它居然可以给网图加上 HDR 效果。那你看，我现在从这个微博上面存一张图，然后再到相册里面。你看，它的相册里面也会加上这个 HDR 的效果。虽然在硬件上面，华为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一档，但是在软件和体验还是做出了很多不同于其他安卓的体验。总的来说，是一个不太会出错的选择。小米嘛，可以说是最近动静最大的了。就在年初的时候，小米才把MIUI换成 HyperOS， 一个冷知识啊，到现在所有的国产手机都是 OS 了。小伙伴们觉得哪家的 OS 含金量最高呢？从界面上面来看，其实新系统并没有太多的变化，动画好一点，各种界面功能微调了一下下。而且有点难受的是，不重要通知居然没了，我还挺需要这个的。但这个新系统确实 bug 有点太多了，我们这个稳定版的 HyperOS 也不太稳定。不过你往好处想啊，你看麒麟9000S 一开始原神还穿模呢 ，HyperOS 有那味儿了。而且解锁 Bell 的规则也变了，能，但是不是特别能。据说要社区达到5级，还要参与答题，而且申请一次有效期只有1年，解锁等待期72小时。已解锁设备也收不到澎湃 OS 更新推送了。不过我觉得现在解锁 Bell 的意义已经不是特别大了。以前官方系统更新能力不足，需要很多第三方自制系统来维持更新，甚至是刷入一些功能。但现在嘛，主打一个情绪价值，现在解 Bell 的小伙伴还多吗？虽然作为一个系统本身，它的这个表现确实不算优秀，但说到小米，确实就不能避开米家生态。跟互联生态不一样，家居生态的实用性其实是要远远高得多的。而 HyperOS 这一更新，最明显的区别，很多小伙伴都有收到过了，更流畅了，动画更好了，设备的联动也从以前弥陀答辩变成了还可以。虽然界面没有大改，但原本功能就很不错，再加上优化一下流畅度和动画，其实已经足以让它的评价变得非常高了。这还没加上 HyperOS 最大的饼呢。车家全生态战略也正式闭环。HyperOS 也重构了底层，并且和鸿蒙一样，主打一个协同。你说这不是为了之后的小米汽车做准备？前段时间呢，陈宝也演示了一些 HyperOS 的用法，跑步机、电视、手机、手表都可以互相控制、互相协同，理论上效果是真的很不错。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HyperOS 的硬件并没有铺开，支持 HyperOS 的全都是手机、平板电视、手表这些传统的数码设备，想象中的智能家居并没有用上，绝大部分设备还是原来的米家生态，但是界面和操作逻辑比原来好了不少，直接在快捷按钮栏就可以查看很多的东西。但 HyperOS 的铺开，你说未来可期，我的建议是等未来再说，绝对不会期待笔本的期待。不要仅仅因为这个去选择 HyperOS， 毕竟小米管生不管养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。但即使是抛开米家生态的独特性， HyperOS 的 UI 虽然还是没有换，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小米确实也有一些自己的坚持，比如说能解锁 BL， 搞系统也主打一个听劝，功能比较齐全。更重要的是，小米的机子确实有性价比在的。不过看完这些所有的系统之后，除了适不适合你，其实系统之间的性能还真是有区别的。以前还有一些什么玄学哦，什么这个版本的续航好啦，那个版本的性能高啦，另外一个版本的拍照强啦，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夸张了啊，但确实还是有的。后台保留，我直接上一个地狱难度，17个软件加上3个游戏，正常人应该没有人这么用吧？有吗？就算在这么低预的情况下，表现最好的小米14 Pro 还是保留了11个软件，3个游戏也全都保留，确实很强。但是
而 OPPO 的稳定性并不是很好，2次测试结果区别非常大，而且 X7 的表现居然比 Ultra 还要好。荣耀的游戏3个游戏杀了2个，不过这也有可能是他们策略的问题，毕竟很少人同时跑几个游戏吧。但要说影响大嘛，其实影响还真不大，因为所有的这些旗舰手机都会保住 QQ、微信这些聊天软件，很多应用要进去也是卡一下就进去了，也没有什么人会同时开3个大型游戏。如果不是像我们这样拉表格对比，这种细微的差别其实不太能感觉得出来。总的来说，现在随着头部厂商越来越强，各家的系统虽然都各有各的小毛病，但要说够用，都已经完全不成问题了。更多的区别是体现在不同的设计上面，还有细节优化的覆盖面，还有锦上添花的功能。如果你还在几款手机和系统之间纠结，那么希望这期视频能给到你一些帮助吧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